乌军空袭利佩茨克军工厂，托列茨克俄军据点遭遇打击。乌军摧毁库尔斯克俄军电子控制站，赫尔松阵地遭空袭。乌克兰抓获俄罗斯最高级别间谍，系反恐中心负责人。乌军无人机精准打击俄军装甲集群，俄军库尔斯克反攻遭全军覆没。乌克兰无人机在其俄罗斯特维尔州抽油站，波罗的海油气供应受影响。战况更新，俄军损失惨重，乌军反攻取得一定成果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势，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、留言，谢谢大家。2025年2月13日，俄乌战争进入第1086天。乌克兰对俄罗斯后方的远程打击一直没停，持续发动大规模的空袭。最新消息，乌军袭击了利佩茨克的俄军兵工厂。开源情报防御者报道，当地时间2月13日夜间，乌克兰向莫斯科附近的利佩茨克地区发射了多架无人机。接着在城市上空就听到了无人机强烈的轰鸣，俄军的防空系统也似乎启动，但不久后还是传出了爆炸声。现场画面显示，利佩茨克的一个俄军工厂遇袭，正在夜间闪烁出明显的火光。当地居民还表示，发生了一系列的停电事件，波及工厂附近数十公里的区域。另有一些俄罗斯频道表示，乌军无人机击中的是当地的一座拖拉机厂。但之前，俄方常常将军事设施伪装在类似的工厂内。基辅方面尚未发布正式的战报，相关消息有待进一步验证。与此同时，俄军已向基辅发射了弹道导弹和无人机，击中了乌克兰的基础设施。泽连斯基在讲话中表示，乌军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击落了6枚俄军导弹，但还是有一座公寓大楼被俄军击中，目前已完成1人死亡，另有4人受伤，其中甚至包括1名儿童。乌克兰的紧急部门正在展开救援和善后工作，泽连斯基对俄军的行为表达了强烈谴责，并强调这反映了莫斯科对俄乌停火的真实态度。俄方则宣称击中的是军事目标，但没有透露具体的信息。另据报道，乌克兰军方星期二说，乌军夜间攻击了俄罗斯萨拉托夫州的一处炼油厂，造成大火。乌军表示，该炼油厂生产超过20种石油产品，参与向俄军提供物资。萨拉托夫州长罗曼·布萨尔金 Roman Busargin 在电报 Telegram 平台上发帖说，该地区一处工业设施起火，已被扑灭。他没有提到这处设施的名称。另一方面，前线战场的争夺依然激烈，乌克兰继续在顿涅茨克发起局部反击。在最近备受瞩目的托列茨克一带，乌军空袭了一座建筑物内的俄军据点，随即引发剧烈的爆炸。这样的定点打击近来已发生多起。稍早时候，乌军还收复了托列茨克矿区的阵地，并升起了一面乌克兰旗帜。此外，在哈尔科夫州，俄军还在发起对沃夫昌斯克的偷袭，但没有成功。库尔斯克战况更新，乌克兰特种部队升级了在这块俄罗斯土地上的行动。乌军击毁了库尔斯克的俄军电子控制站。洛尔报告报道，当地时间2月12日，乌克兰第8特种团和第140特战队在库尔斯克南部发起了联合行动。此役，乌军的目标直指俄方的电子控制系统，他们先派出了无人机进行了侦察，获取了俄军电子战的具体位置。紧接着，乌军就向其发射了至少2枚导弹，并精准击中了俄军的 AR-330CH Citel 电子战，外加1门 Mr. B 榴弹炮。随着数声巨响，俄军阵地发生了连续的爆炸，并伴有不小的火光，还在朝天空冒着浓浓的黑烟。俄方尚未就此事发表进一步回应，但从现场披露的画面看，俄军的电子战已被乌军成功打掉。此次袭击导致俄罗斯 R-330CH Citel 电子战系统的操作员当场死亡。这是乌克兰在库尔斯克发起的最新行动，显然是用来配合地面的反击。早些时候，乌军在库尔斯克的反攻已成功夺回了一些阵地和定居点，巩固了这块缓冲区的防御。这并不是乌克兰国防军第一次袭击此类系统。俄罗斯 R-330CH Citel 电子战系统旨在自动检测、
寻找方向并分析工作频率范围内的无线电发射信号。据称，该系统对 Inmarsat 和 Iridium 卫星通信系统的用户终端以及 Navstar GPS 卫星导航系统、基站和蜂窝无线电通信终端设备的消费者设备产生了无线电干扰。目前的情况是，乌军还在库尔斯克推进。之前报道过，俄军曾设立了多个死期线，试图将乌军打出库尔斯克，但最终都没有完成这个战略目标。接下来双方还将在这块俄罗斯的领土上展开怎样的战斗，我们继续观察。另一方面，在南部的赫尔松战线，乌克兰防空机动旅空袭了俄军的阵地。战斗中，乌军还打掉了2架试图发动攻击的沙赫德无人机。乌克兰在境内打击俄罗斯特工间谍的行动仍在持续开展。最新消息，乌克兰安全局抓获了级别最高的一名俄罗斯间谍。RBC 新闻披露，当地时间2月13日前后，乌克兰安全部门在基辅破获了一起间谍大案，逮捕了现任反恐中心负责人德米特里·科久拉。乌克兰安全局局长瓦西里·马柳克甚至亲自上阵部署了此次行动，亲手将德米特里抓获。当地媒体的报道显示，这名官员在被乌克兰安全局局长马柳克亲自逮捕时，双手被铐上了手铐。乌克兰安全局声明指出，此人至少有14次搜集并向俄罗斯传递情报，形容他是内鬼。声明指出，调查过程涉及音讯与影像监控，以及存取他的手机与电脑资料。乌克兰安全局声明表示，马柳克一直亲自参与调查行动，并主导这次逮捕行动。还说，马柳克直接向总统泽连斯基汇报调查进度。马柳克在乌克兰安全局网站发布的影音声明中说道，透过加密城市书签，我们成功入侵这名叛徒的设备，包括移动终端设备和电脑。他说，我们基本上和他一起生活，对他进行音讯与影像监控。在这整个过程中，我们设法有效地记录他如何搜集情报并传送给敌方。马柳克补充表示，安全局的自清行动仍在持续，无论敌人如何试图渗透我们内部，都无法得逞，因为我们能及时发现、记录并加以逮捕。据悉，早在2018年，德米特里就被俄罗斯的特工部门 FSB 招募，但奇怪的是，在俄乌战争开始后的头2年，他都处于潜伏状态。直到2024年的12月，德米特里突然被激活，开始活跃起来，向俄方传递了乌克兰武器弹药和基础设施的数据。为了有效和莫斯科方面沟通，他甚至违规使用了基辅的一个安全屋，拿着俄军提供的手机，试图向对方泄露机密。不过，他的这一行动随即遭到乌克兰安全局的注意，并展开了对他的全面监视。德米特里的通讯和邮件，乃至他和家人的联系都受到高度关注。乌方发现，他还组织了一个间谍网络。接下来，乌克兰安全局就有意泄露一些虚假的信息给德米特里，再由他传递给俄军。这也接受了为何在德米特里被激活后，俄罗斯的特工也没有成功发起过什么大的行动。相反，乌克兰安全局则在近期破获了至少14起间谍案。光2月以来，他们就在基辅等地逮捕了数十名俄罗斯的特工。这些特工当时准备对乌克兰的行政大楼或警察局制造袭击，但均在行动前被抓获。如今，德米特里本人也面临最高终身监禁的处罚，并将被没收全部财产。此举也凸显了乌克兰惩治叛徒的力度。此外，乌安全局还抓获基辅的20岁青年科斯特扬丁索维奇。这名小间谍被俄罗斯特工部门通过 Telegram 招募。该叛徒按照指示抵达基洛夫格勒地区后，一直在收集并向俄情报部门输出乌克兰武装部队基地和调动情况。2月13日，欧洲战争进入第1086天。引用乌总参发布的最新战况，截至当地时间2月12日22点，俄乌军队共进行了112次交战。俄罗斯军队在74次空袭中共投掷了112枚滑翔炸弹，对乌军阵地和定居点进行了4314次炮击。与此同时，乌克兰武装部队共歼灭俄军1250人，其他装备方面损失如下。昨日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库尔斯克，乌军在苏贾南翼反攻中取得局部进展后，
俄军坐不住了。PJ 给俄军的最新期限是5月9日胜利日前必须将乌军赶出库尔斯克。俄军顶风冒雪地向东南战场增兵，想趁着乌军立足未稳把丢去的地盘抢回来。趁着近来天气回寒，地面冻硬，俄军的装甲部队向科诺佩尔卡河东岸的乌军阵地发动了进攻。俄军的行动被乌军无人机看得一清二楚，装甲集群刚进入科诺佩尔瓶颈地带，乌军就放出一大波 FPV 无人机。流出的视频显示，俄军的头车压到反坦克地雷后堵塞了道路，其他坦克装甲车遭到了乌军无人机精准摧毁，步兵跳下车窜进附近光秃秃的树林里，企图隐藏起来。被乌军无人机定位，海马斯火箭炮随即对树林展开了死亡收割，反攻的俄军最终全军覆没。之前，据报道，俄军和朝鲜军近日在库尔斯克展开进攻。目前，乌克兰军队主要由第47独立机械化旅马古拉负责抵抗。与以往主要依赖战术车辆不同，这次俄军和朝鲜军改变了战术，集中投入步兵，前线同时从多个方向发起攻击。报道称，乌军目前依然坚守防线，第47独立机械化旅通过布雷德利步兵战车和野战炮有效抵御敌军进攻，并利用集束炸弹进行反击。根据统计，俄军和朝鲜军在乌方反击下至少损失了一支中队，约300至1000人，其中包括朝鲜军的战力。近日，库尔斯克战场上，乌军苏甲东南地区的控制区仍在扩大中。乌军第82空中突击旅2月9日又将西南科诺佩尔卡方向的接触线扩大了2平方公里左右。乌克兰安全局 SBU 的一名消息人士向基辅独立报透露，2月13日夜间，乌克兰无人机再次袭击了俄罗斯特维尔州的安德烈亚波尔抽油站，这是2周内的第2次袭击。该抽油站隶属于俄罗斯国有石油管道公司 Transneft， 位于波罗的海管道系统2的一部分。袭击导致该设施附近的开关设备和锅炉仓库发生火灾，迫使抽油暂停。该站距离乌克兰边境约750公里，停运将给俄罗斯造成数千万美元的损失，因为它是供油至波罗的海乌斯季卢加码头的关键设施。如果确认，这将是该站第2次遭到无人机袭击。第一次发生在1月29日，造成设施的过滤泵送区和添加剂罐受损。基辅是该炼油厂为有效军事目标，因其对俄罗斯战争机器提供资金支持。自2024年起，乌克兰无人机已成为俄罗斯的巨大威胁，甚至成为莫斯科的噩梦。乌克兰的远程无人机攻击变得更加频繁，携带的炸药威力增大，攻击规模不断扩大，而拦截成功率逐渐下降。由此带来的爆炸、火灾和损失越来越严重，无人机袭击已对普京的能源帝国构成了直接威胁。去年，仅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就导致21家炼油厂停产，今年1月又有10家炼油厂停产。今年1月30日，乌克兰陆军第14团对靠近白俄罗斯边境的俄罗斯梁斯克州 Novosibirsk 抽油站发起了重大的无人机袭击。袭击画面显示，一架类似轻型飞机的无人机搭载了一枚 Fab-250高爆炸弹，旁边还有一枚120毫米迫击炮弹，并且该无人机配备了更多的弹药，标志着乌克兰无人机武器规模的显著突破。Novosibirsk 石油泵站隶属于 Drozhba 管道系统，该管道是俄罗斯向欧洲输送石油的重要设施之一。袭击成功摧毁了该站，并导致火灾，卫星图像证实了这一点。此次袭击对俄罗斯的能源供应及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。此外，在1月份，乌克兰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达达斯坦的第3大炼油厂夏卡姆斯克市的 Tenneco 炼油厂，将其炸成一团火焰。这是该设施1年内第2次遭到乌克兰军队袭击。仅3天后，1月14日，乌克兰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袭击，使用了6枚英国风暴阴影导弹、美国 ATACMS 战术导弹和至少146架无人机，成功打击了布良斯克的火炮生产厂、克里斯托尔石油厂和萨拉托夫州炼油厂等重要目标。尽管俄罗斯清楚乌克兰具备此类袭击能力，但由于其防御资源过于集中在莫斯科及前线，无法有效保护关键能源设施。俄罗斯国防专家马克西姆斯塔卡克表示，
俄罗斯缺乏足够的人员和设备来应对这种威胁，且无人机种类繁多，发展迅速，防御措施无法及时跟上。乌克兰为自己设定了到2024年生产100万架无人机的目标。2024年10月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，该国可以生产400万架无人机。乌克兰通过这一战略打击俄罗斯经济，特别是俄罗斯的石油产业，普京的经济支柱，迫使俄罗斯在战争机器压力下付出沉重代价。2025年2月13日，俄乌战争已进入第1086天，战场局势继续变化。在红军村方向，乌军成功发动了一波反击后，俄军迅速展开了激烈的反扑。过去24小时内，俄军对乌克兰武装部队的阵地发起了30次进攻，攻击地点包括 Bohdyanka、Zhyvairo、Nedyavivka、Spinivka、Andreyevka、Oleksandrivka、Dokny 和 Shevchenko 等地。尽管俄军持续施压，所有进攻均被乌军击退，俄军共计伤亡220人。此外，还损失了包括1辆坦克、1辆步兵战车、1辆装甲战斗车、1门迫击炮和9辆汽车在内的装备。根据最新情报，乌军似乎已准备在红军村方向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，目标是切断并摧毁俄军在该地区的突出部。有消息称，乌军已集结了强大的战斗力量，其中包括第5独立重型机械化旅、第59突击旅、第32机械化旅、第42机械化旅、第151机械化旅、第155机械化旅、第2与第3国民警卫队旅、第425突击团，以及多个炮兵旅和无人飞行中队。如果这一消息属实，乌军在红军村周围的兵力集结规模与2023年乌军在扎波罗热发起攻势时的规模不相上下，可能意味着将迎来一场规模空前的战役。同时，有来自俄罗斯记者行车记录仪拍摄的画面显示，俄军从后方调运兵员和物资的主要道路上，乌克兰无人机频繁摧毁俄军装备，导致大量俄军士兵步行前往前线，补给线受到严重影响。在托列茨克方向，乌军警察部队的柳特营成功夺回市中心，并升起了乌克兰国旗，局部反击取得了积极进展。库尔斯克方向，Pogoreki 村的东南部分重新落入乌军控制之下，而俄军则在 Sverdlovskovo 及周边地区取得了一些进展。乌克兰总参谋部公布的最新战果显示，乌军击毙或致伤敌军1250人，而俄军的伤亡人数已超过854280人，约为乌军伤亡人数的2倍。其他消息显示，乌总参官宣一架乌克兰空军 F-16AM 鹰隼战斗机在发射了1枚 AIM-120C 系列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 AMRAAM 后返回基地。这似乎是首次确认乌克兰鹰隼战斗机装备了更先进、射程更远的 C 系列 AMRAAM 导弹。此外，基辅最终没有将征兵年龄从25岁降至18岁，而是推出了一种新的募兵方法。从今天开始，乌克兰为年龄小于25岁的年轻志愿者提供23000欧元社会福利和精英培训。在国外援助方面，瑞士已批准从2025年至2028年为乌克兰提供16亿欧元的援助，重点用于重建、改革和可持续发展。英国宣布了一项新的 1.75 亿欧元的军事援助计划，包括无人机、坦克和防空系统。英国今年的总支持金额达到53亿欧元。德国证实将向乌克兰提供100枚 IRIS-T 防空导弹。这款武器曾在前线和后方都展现出了高效率，精准拦截了俄军的导弹。德国防长皮斯托利斯还呼吁各国加强对乌克兰国防工业的投资。他表示，加强基辅自己的国防力量和直接援助武器同样重要。在2024年，德国的莱茵金属公司已直接在乌克兰境内设厂，并生产出了首批装甲车。此外，拉脱维亚表示再向乌克兰部队提供42辆 Patria 6×6步兵战车。荷兰则向乌克兰捐赠了25辆 YPR-765 履带式装甲车。另一方面，欧洲6国英法德、西班牙、意大利和波兰以及欧盟外交负责人卡拉斯近日发表了联合声明，他们坚定表示继续加强对乌克兰的援助，并要求欧洲必须参与未来的俄乌谈判。好的，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。
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。要看最全面、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，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。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也请您点赞、留言、订阅，把视频分享出去，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。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，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，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。谢谢大家。